真的穿越了！哇，这人穿的好奇怪，那上面画的是什么符文？这是校徽，不是符文。校徽是什么法宝？林白，你个废柴！你叫什么？听好了，我乃青云宗龙傲天。真叫龙傲天？请问我得罪你了？哼，你没有得罪我，但废柴就是废柴。九幽炼狱焚天灵火，这就是焚天灵火。你到底打不打？打！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物理，这是物理燃烧的3要素。你作弊！你用灵力！对，我是科学。科学是什么鬼东西？这法宝如此强悍，这就是传说中的冰封封万里镇魂壶啊！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一定有破解之法。我嘛，何方？何方？地球，地球，没听过。那里的科学比洞箫厉害多了。新生活开始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科学的力量。燃烧3要素是可燃物、助燃物、氧气和着火源，三者缺一不可。这神器倒出来的水，喝了能长灵气吧？别闹，这可是上古神器。此物非神器，乃科学产品，恕不外借。神器不在了，但神器的话还在，保佑我突破瓶颈。这里面说不定有能让我回去的东西。站住！你就是林白，那个用妖狐灭了龙傲山神火的林白。那叫灭火器，不是妖狐。灭火器，古怪的名字。你来藏经阁做什么？找点书看。哼，你以为藏经阁是菜市场？只有被神宫选中的人才能进入。你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废柴，你这是擅闯禁地！你刚才说，只有被神宫选中的人才能进入。我现在站在里面，没有被弹飞，你有意见？那是上古遗书，千百年来无人能看懂。我选好了，就这本《万物起源力学真经》。什么？你竟然拿到了那本连宗主都看不懂的天书？这不算天书吧？初中生都能看懂。胡说！这本天书尘封800年，无数天才无法参悟。你一个废柴！那我念一段给你听。我不信，你个废柴能看懂天书？有种你念一段，你念得出来我就服你。哼，听好了，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原来如此，这就是阴阳双修、相生相克的无上大道啊！同种相斥，异种相吸，我悟了，我悟了！这跟男女双修有半毛钱关系？这经文好生霸道，我的大脑要长脑子了！这个修仙界需要的不是功法，是9年义务教育。9天玄雷劫，快跑！9天玄雷劫，不好！林白念诵天书，引来了传说中的9天玄雷劫，快跑！9天玄雷劫，那我可要给你们变个魔术了。电荷相互作用的核心规律是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具体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可以通过库伦定律来定量描述。
9天玄雷劫挡不住的。那废柴在干什么？打鸡窝吗？这是要被雷劈的节奏啊！别胡说，林师兄肯定有他的道理。有什么道理？他就是个疯子。完了，这考全人了！怎么可能？天哪，这是何等恐怖的金钟罩铁布衫，连9天玄雷都能弹开！林白，你到底修炼了什么功法？别大惊小怪的，这叫法拉第龙静电屏蔽阵法。只要我处于等电位体内，内部场强就是0，还能在这儿跟你们废话？法拉什么地，竟然是传说中先帝的名字！简单来说，金属笼子会把电流导到地上，电流不会经过我的身体，只要我头铁，雷就劈不到我。法拉第笼是一个由金属或两导体构成的封闭或网状笼体，以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的姓氏命名。其核心功能是利用静电屏蔽原理，使笼体内部空间不受外部电场和电磁波的影响，从而保护内部的人员或设备。头铁？难道你的头是用玄铁打造的？我不信！你有本事再接我这招宗民禁术水龙弹之术！龙师兄，你这水是从哪儿弄的？这就不用管了，特是我的神水，加了749种天才地宝。你管洗脚水叫天才地宝？休要污蔑，这是神水，神水！林师兄肯定有他的道理。水龙蛋，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电解水清氧爆破大阵。电解水？那是什么功？都说了是氢氧混合气体，遇明火就炸。你这水龙蛋还没泼出来就先把自己炸了，这不科学。对，这不科学，这他妈是化学。哇，天啊！天哪！你刚才施展的难道是上古失传的五行雕道水火相济大阵？这阵法传说中能够逆转五行，化水为火，化火为雷，8000年大能施展过，早已失传。没想到，行吧，你说是就是吧。林师兄，林师兄，你刚才往水里加的是什么法宝？为什么水会冒泡？为什么会爆炸？我都没看清楚。那不是法宝，那是电极，这是正极，这是负极。我用灵石当电池，把电极插进水里。水的主要成分是 H2O， 2个氢原子1个氧原子。通电之后，水会发生电解反应，正极产生氧气，负极产生氢气，氢气和氧气按2:1混合，就形成爆明气。遇明火剧烈燃烧，就是爆炸。所以林师兄，你刚才没有用法术，没有用灵力，只是用了一个叫电解的办法，就让水变成了会爆炸的东西。对，这就是化学的力量。那林师兄，如果我把正极和负极换一下，结果会不一样吗？不错，苏瑶，这个问题问得好。正负极交换不会改变总反应，但2个电极上产生的气体种类会交换，本质是一样的。电解水是在直流电作用下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的反应，化学方程式为氢氧爆明是氢气与氧气或空气按一定比例最易爆为2:1混合后，遇明火剧烈燃烧爆炸的现象。你给我等着！我回去苦修100年，再来找你算账。100年？你先把元素周期表背下来再说吧。元素什么表？氢系锂钡锰碳氮氧氟镍钠镁铝硅磷硫氯氧氧钾钙，这是前20个元素。等你把118个全背下来，再来跟我讨论科学。118个，这比我们宗门的所有功法加起来还多。
这算什么？还有物理公式、化学反应方程式、生物细胞结构，你要学的东西多着呢。开个玩笑，你不用全背下来，背前20个就够了。20个也很多啊，我记不住怎么办？多写几遍就记住了。唉，林白，你能不能教教我们？教什么？你说的那些科学，能不能教给我们？这些人虽然总是误解，但愿意学。好，从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科学。太好了，我要做林师兄的第一个学生。也许这个年轻人真的能改变青云宗的命运。听说林白也参加，赔率1比1，我压了龙师兄。林白呢？还没来，该不会是怕了吧？怎么，连件像样的道袍都买不起？要不要我借你一件？本次大比为切磋性质，点到为止，不得使用致命性法宝，不得攻击要害。一方认输或被打出初舞台及判定为负。准备好了，开始！这一拳，我练了整整1个月，就是为了打败你。龙傲天打空气把自己弹飞了，林白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牛顿第3定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打我多道力，你自己就受多道力。我只是在你拳头前面放了一个绝对钢体不可并线结界而已。林师兄，什么是绝对钢体？就是在力的作用下不会发生任何形变的理想物体。我把空气变成了绝对钢体，你的拳头打上去就跟打在钢板上一样。你用了多大的力，你自己就承受了多大的反作用力。不可形变，反作用力等于作用力，所以打人越用力，自己越疼。我以后再也不敢跟师兄吵架了。牛顿是谁？哪个隐形仙尊？牛顿第3定律有效，说明物理规则一样。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科学定律在这里都适用？我可以彻底改造这个修仙界。林白，你告诉老夫实话，你是不是来自传说中的科学界？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也曾见过一个和你一样的人，他叫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你们这里也有爱因斯坦？爱因仙尊，我宗正派之祖，他的相对论能够扭曲时空，白日飞升。他的画像至今供奉在宗主密室，每日香火不断。那不是法相，是物理，但牛顿第3定律说的是相互作用的2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那边是藏剑峰，剑修都在那里修炼；那边是丹霞峰，炼丹长老的道场。爱因斯坦怎么会在修仙界？牛氏仙尊盾，牛顿、爱因斯坦、特斯拉，你们把这些人当神仙供着？林白，不得无礼！爱银仙尊乃是我宗正派之祖，
他的相对论大法可以扭曲时空，白日飞升。牛氏仙尊的万有引力真经是天下1等1的功法，特氏仙尊的电磁天道更是我宗不传之秘。那叫广义相对论，是物理，不是功法；万有引力是自然规律，不是什么真经；电磁感应是麦斯特文方程式描述的，不是特斯拉一个人搞出来的。年轻人，你以为时空扭曲是什么？不就是仙术吗？你以为万有引力是什么？不就是天地之间的无形大手吗？你以为电磁感应是什么？不就是五行之金的化生吗？行，那您知道量子力学吗？量子力学，那不是传说中的天道禁术吗？据说修炼此术者可以同时存在又不存在，既生又死，既能在此处又能在彼处，是超越了相对论大法的无上神通。那是薛定谔的猫。算了，我不解释了。宗主，报告宗主，魔教来犯，他们已经攻破了山门。什么？魔教？他们不是在千里之外吗？他们用了一个巨大的铁疙瘩，那个铁疙瘩会喷火，会冒烟，还会自己走路。富山大阵挡不住它，已经被撞破了。等等，会喷火、会冒烟的铁大头，还会自己走路，还能撞破护山大阵，蒸汽机！谁他妈把蒸汽机发明出来了？蒸汽机？那是什么法器？蒸汽机是吧？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内燃机。量子力学是描述微观尺度，如原子、亚原子粒子物质运动规律的基础物理学理论。它与相对论共同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2大支柱。相对论是关于时空和引力的基础物理理论，主要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立。它包括适用于惯性参考系的狭义相对论和将引力解释为时空弯曲的广义相对论，两者共同革新了人类的时空观，并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石。魔教教主，他竟然亲自来了！等等，那个魔教教主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此人来历不明，10年前突然出现，以雷霆手段统一魔教，自称万法归宗。他精通各种奇门异术，尤其擅长炼制古怪的法宝。那个会自己走路的铁疙瘩，就是他炼制的。不是法宝，那是蒸汽机，一种科技产品。蒸汽机？快看，是林白！林白，没想到吧？我也是穿越的。哪一届？05届。哦，我是21届的。你毕业的时候，我还在上幼儿园。所以你的蒸汽机用的是开式循环还是闭式循环？热效率多少？卡诺定律算过吗？熵增定律考虑了吗？锅炉材质是什么？能承受多少大气压？气缸密封怎么解决的？传动效率有多少？我连最基本的公制热力循环都没搞懂，就敢拿出来丢人现眼，你是清华化工系的耻辱！你闭嘴！我的蒸汽机是完美的，它已经撞破了你们的护山大阵，这就是实力！接招！干粉灭火器2次改良版高压喷射。不可能！我的蒸汽机是无敌的，你怎么可能？你的蒸汽机的确是跨时代的发明，但你忘了一件事，在修仙界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你造出来的东西就是个样子货。锅炉材质不过管，气缸密封性为0，传动效率堪比手动挡拖拉机。最重要的是，你连个防干粉的设计都没做。林白，你逼我的！我要用最后一招，修仙界第1颗原子弹！你疯了！9235你从哪儿弄的？这是天外陨仙石，富含铀矿，我已经提存过了，连式反应马上就要开始了。卡诺定理主要指热力学中关于热机效率极限的定律，指出在2个固定热源间工作的热机，可逆热机效率最高，且仅与温度有关。热力学是一门从能量转化的观点研究物质热性质的宏观科学，
它与从微观粒子行为出发的统计物理学共同构成了热学理论。电力辐射、皮肤刺痛感、金属味、高剂量辐射。魔教教主，你疯了吗？你知道链式反应失控的后果吗？你会把这里所有人都害死！来不及了，链式反应已经开始了，整个修仙界都要给我陪葬！哈哈哈哈哈哈！你炼尸你妈！冥界质量都没算清楚就敢玩核裂变！不可能！你怎么会随身带着硼砂？废话，我一个穿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药店买硼砂防核爆，这是基本素养。我输了，林白究竟是何方神圣？林师兄，你没事吧？没事，别担心。我刚才都记下来了，核裂变是天道分裂大法，控制棒是天地锁元阵，对不对？你是我教过最好的学生。林白，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穿越吗？因为这个世界的天道快崩溃了。什么天道？这个世界是个程序，是个虚假的修仙游戏，你我都是 bug， 而管理员马上就要来修复了。管理员 ，bug， 游戏，程序，不管这个世界是真是假，我都不会放弃。所有人回到各自岗位，今天的事我来处理。拜托了，管理员，我们等着你。核裂变是指重原子核如铀235分裂成2个或多个较轻原子核，并释放巨大能量的过程。它是核电站发电和原子弹的能量来源。链式反应是指事件结果包含有事件发生条件的反应，最常见的是核裂变链式反应，即一个核反应产物引发更多同类反应的过程。这个世界是程序，是游戏，我不是穿越，是掉进了游戏里。小心！林师兄，你怎么了？是不是那天受伤了？没有，我在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啊？对我来说，一切都要崩塌了。苏瑶，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林师兄，这是什么呀？双缝干涉实验，物理学史上最重要的实验之一，没有之一。哇，好漂亮，像彩虹一样。结果是波动性，符合经典物理。但苏瑶，你去盯着那2条缝。哦，好。林师兄，他变了，为什么会这样？你我都是 bug。观测行为改变实验结果，不确定性定理，说明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是被渲染的。我们不观测的时候，世界就不存在；只有在被观测的时候，世界才会渲染出结果。这是一个游戏。林师兄，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游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到的一切可能都是假的。林老师，不好了，天空又出现怪象了，比上次更可怕。
师兄，那是什么？可恶，到底是谁在搞鬼？林白，天上的那个是在说你吗？是，但我不会跑。管理员，来吧，我们聊聊。双缝实验是量子力学里用来演示光子或电子等微观物体波动性与粒子性的经典实验，也被称为双路径实验。那是什么东西？林师兄，这个人好奇怪，他是鬼吗？不是鬼，是管理员。阁下何方神圣？检测到 bug 编号0421林白穿越者，携带异世界知识，已对游戏世界造成不可逆影响，启动修正程序，逻辑抹除。林师兄，你的脚不见了！喂，你们游戏公司就这么对待玩家？我花钱抽的卡，你们说删就删？你不是玩家，你是 bug。bug 也是你们代码写的。你删我之前，有没有想过我的存在已经和这个世界耦合了？我把牛顿三定律、热力学、电磁学全都灌进了这个世界。你删了我，这些规则怎么办？检测到世界规则已与 bug 深度黄合，直接删除可能导致系统崩溃。哈哈哈，我就说嘛，你们做游戏的不懂科学。我帮你们写物理响琴，你们还把我当 bug 删，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无法删除 bug， 启动备用方案，将 bug 隔离至独立副本。林师兄，林老师，你不能走啊！你不是说要教我们科学吗？我还没学会微积分呢。这些人都是我的学生，我怎么能丢下他们不管？量子芝诺效应。苏瑶，把所有人叫过来，快！为什么？我要给所有人上最后一课，如何用集体观测锁定 bug， 让系统无法删除。所有人到广场集合，林师兄要上课，最后一课。我数到3，所有人一起说：“我看到林白举起了铜铃。”1、2、3，我看到林白举起了铜铃。量子芝诺效应又称为图灵悖论，指对一个不稳定量子系统频繁的测量，可以冻结该系统的初始状态，或者阻止系统的演化。不可能，量子芝诺效应，用持续观测固定量子位，这个世界没有这个物理规则。现在我交给你了。这不科学！哈哈哈哈哈！在这个世界里，我就是科学。林白，你赢了这一局，但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好好珍惜吧。林师兄，你没事吧？我没事，不但没事，我还有个新计划。从今天起，青云宗正式更名为青云科学宗。我们要搞的不是修仙，是9年义务教育。什么是9年义务教育？第一课，热力学3大定律，能量不能凭空产生。那我的灵力？对，你吃饭转化的化学能，碳水化合物分解。食堂阿姨，再给我加3碗饭。热力学3大定律是物理学里描述热量、能量和温度基本规律的规矩，核心是能量守恒、热量传递方向和低温极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安静，林老师讲课呢。这个世界真的是程序吗？
服务器会断电？不行，我必须找到真相。今天就到这里。林师兄，今天才讲了一半呀。我要出一趟远门，去找一个人。找谁？牛顿。你要去找牛氏仙尊，他飞升300年了。飞升去哪儿了？仙界。仙界，就是后台服务器所在地。告诉我牛氏仙尊盾飞升的具体位置。万有引力峰，但那里有9天锆风，非大能者不能靠近。风速多少？算了，当我没问。苏瑶、龙傲天，收拾东西，跟我出趟远门。好嘞，早就准备好了。出远门去哪儿？去找一个300年前就飞升的老头。林老师，为什么你的车比我快？是不是你用了什么法术？没有法术，我的车链条比你紧，齿轮比你大，传动效率比你高。你可以学学怎么保养链条。哼。这是牛氏仙尊传下的圣物，能驱邪避灾，每天都保佑丰收。每天要摆一摆，神明就会保佑我们。林老师怎么了？终于来了，林白，我等你很久了。坐，吃个苹果。给，无污染的。你是牛氏仙尊？艾斯克牛氏仙尊盾，当然，在这个世界，他们叫我牛氏仙尊。真的是牛氏仙尊盾？我有太多问题想问你了。问吧。300年来，你是第一个找到这里的人。第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一个未完成的游戏，一个被遗弃的世界。牛盾板是演示动量和能量守恒的物理装置，通常由5个金属球组成，撞一边另一边会弹起。300年前，我穿越到这里，那时候这个世界还是一片混沌。那不就是没有物理规则？对，所以我决定写一套规则出来。你写了规则？万有引力3大定律微积分，我用了整整100年，把这些公式写进了这个世界的天道，就像给游戏编写物理引擎。你怎么做到的？这个世界的底层语言和我的母语是一样的，数学。只要你会数学，你就能跟天道对话，就能修改世界的规则。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权限。权限？对，我穿越过来的时候，系统给了我一个开发者账户，权限等级是管理员，所以我才能修改规则。后来呢？后来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个世界的人把我的公式当成功法了。他们觉得只有带真经、大法、天道字样的东西才是高深的学问。我写的东西太直白了，太简单了，他们反而觉得是假的。所以你就放弃了解释，躲到这里来了？不是放弃，是换了策略。换什么策略？我在等一个人，一个和我一样来自科学世界的人，一个能把我写的科学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教给他们的人。你就是那个人。就这本《万物起源力学真经》。那么接下来一直在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教科学。这个世界需要科学，不是因为我写的那些公式，而是因为科学教会人思考，科学让人不再盲从，不再迷信，不再被欺骗。300年了，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我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是不是就不会被误解？林白，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师。我不是老师，我是研究生。研究生？哈哈哈哈哈！在这个世界，你就是老师，最好的老师。什么物理引擎？那您还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吗？回不去了，穿越装置的能量早耗尽了，除非什么？除非你把9年义务教育普及到全世界，当信仰足够强大，就能覆盖穿越下，我就能用你世界的信仰能量重启穿越装置。行，
我帮你。好，好，好。抱歉，剧透了。现在所有人都要被删除。林白，最终之战开始了。好，那就打。我也能打。听好了，最后一场考试，题目只有一道：如何用你所学的科学知识打败系统士兵。杠杆原理。第一个交卷，及格。电磁感应。啊！我也交卷了。酸碱中和，窒息敌方。摆锤工程大阵。光色分离，减小运动。不可能！系统士兵的数据在快速流失，我没办法补充，这是什么原理？因为科学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 bug 修复演变。赢了，但服务器快没电了。什么？这个游戏服务器用的是电池，电池电量已经不足，一旦断电，所有人都消失。他说的是真的，我刚才检查过了，这个世界的能量核心正在衰减，最多还能撑7天。7天，太短了。除非你能回到你的世界，找到物理服务器给它充电。回去？怎么回去？那棵树下面有一个传送阵，300年前我就是从那儿来的。理论上，它能把你送回去。理论上？对，因为能量不够了，只能送一个人回去，而且只能单程。你需要在你自己的世界里找到服务器的电源，充上电，然后再想办法回来。有办法回来吗？不知道，但如果你不回去，这个世界就真的完了。我去。就这么个东西，别小看它，这东西里有我写的一段代码，能定位你原来世界的坐标。你握紧铜棒，默念回家，传送阵就会启动。林师兄，你还会回来吗？放心，我回去充完电就回来。林老师，我还没学会微积分。微积分不难，等你学会了，你就是修仙界第一个会用导数打架的人了。林白，你是青云宗永远的客座教授。谢了，老头。老头？老夫才800多岁，哪里老了？300年前，我是一个人来的。300年后，我不是一个人走的。别煽情了，我又不是不回来。拿着，路上吃。回家。林师兄，林老师，等我回来，我还没给你们上完整个9年义务教育呢。林师兄，林老师说了他会回来，他就一定会回来。去吧，林白，你是我的迭代版本。回来了。
甜的。还好，还来得及。